坐在棒棒糖上。作为英障女孩，贝拉却有着一个特殊癖好，服务对象必须超过50岁，否则免谈。而贝拉之所以这么做，只是为了弥补从小缺乏的父爱。因为父亲离世，母亲只好带着贝拉改嫁。虽然多了一个弟弟，但两人的关系没有一点隔阂，十分亲密。而继父阿伟对自己也很是不错，但还是无法弥补自己内心的那份空缺。阿伟看出了贝拉跟自己的隔阂，专门带着他们来到海滨小镇旅游，并庆祝着贝拉的19岁生日，这让他十分开心。可宴会结束后，不知为何贝拉心中空落落的，一种莫名的孤独感袭来。为了缓解这种情绪，他便带着弟弟来到沙滩上晒太阳，却意外邂逅了金发帅哥铁柱。当对方提出晚上要跟贝拉约会时，他内心无比高兴，立马就同意了铁柱的请求。为了这次约会，他专门化了一个精致的妆容，在弟弟的掩护下偷悄悄地溜了出去。两人一起手拉手逛街，就跟热恋中的情侣一样，十分甜蜜。两人来到沙滩上，在青春期的躁动下，一起打开了潘多拉的魔盒。但过程并没有想象般那么快乐，贝拉机械地配合铁柱，内心无比煎熬。没多久，贝拉就收拾好自己的行李，跟随家人离开了这个小镇。路上碰到铁柱后，他也没有打招呼，显得无比平静。回到家后的他，再也不是当初那个懵懂无知的姑娘了。而这潘多拉的魔盒被打开，便再也无法关闭。贝拉迫切地想要再次尝试，为此还走上了失足少女的道路，拍摄大量写真秘籍传到网上，更是死死盯着手机，随时准备接单。不久后，他便迎来第一个客户，可没想到一个半截入土老人映入眼帘，而这一幕却让贝拉有些不知所措。老人乔治一眼就看出了他的紧张，贴心地为贝拉倒了一杯水，试图缓解他的情绪。而乔治温柔的赞美逐渐让贝拉放松下来。经过这次经历，让他找到了心中缺失的那份感情。上课时他魂不守舍，心中思绪万千，有些担心自己身份被别人发现，可内心深处的那份情感迫使着让他继续下去。于是他更换了假名，将自己的年龄从19改到22，用来掩饰自己的身份。每天虽然接触许多不同的异性，但是没有一个会像乔治那样关心自己，这也让他期待起乔治的邀约。可时间一长，母亲察觉到贝拉的异常，对她的管控也愈发严格，贝拉也因此变得更加叛逆。母女两人之间的关系也变得无比冷漠，这让他很是烦躁，不由得想起了乔治的温柔。男孩一把推开房门，竟发现姐姐正在床上自娱自乐，男孩不敢多有打扰，只能默默关门退出。然而表面是冰山美人的贝拉，实则是一位应召女郎，每天放学后都会瞒着家人，偷偷地跑到厕所换上职业套装，赶到不同的地点约见客人。可让他没想到的是，今天的这位客人是个道貌岸然的无赖，事先谈好500块的价格，被无赖以服务不好的理由扣除300块钱。没办法，贝拉只能愤愤离开，这让他无比绝望。而这时正巧收到乔治的邀约，他将自己的情绪收起，来到乔治这里。然而他一眼就看出了贝拉心中的委屈，乔治将他当作自己的亲人一样照顾，安慰着贝拉的情绪。久违的关心让他对乔治愈发依恋，就像他的指路明灯一样，为自己照亮前进的道路。而母亲也知道自己跟女儿之间有着巨大的隔阂，为了拉近母女二人的关系，便带着他们一同来到剧场。然而贝拉刚坐下不久，便发现乔治赫然在场，身边还跟着一位美女。对此贝拉无比慌张，生怕被家人发现什么端倪。但好在乔治并没有发现贝拉。然而就在贝拉四处溜达时，意外发现母亲跟一位陌生男子站在一起，这让他内心无比厌恶，生出想要报复他的想法。就在这时，贝拉再次收到乔治的邀约，贝拉决定用这种方式来报复母亲。再次见面时，乔治将自己家里的事情全部告诉了贝拉。当初在剧场乔治身边的姑娘正是他的女儿，他坦言自己不是一个好父亲，更不是一个好丈夫。或许是两人同病相怜，越聊越激动，突然心脏病复发，离开了人世。贝拉对此直接慌了神，尝试救治乔治，但却无济于事。惊慌失措中不小心将自己脑袋磕伤，拿上视线在桌子上的供子，不顾头上的疼痛，匆忙逃离了这里。回到家后，自然少不了母亲的一番询问，贝拉便以洗澡不小心摔倒的理由给搪塞过去。不久后，警察便顺着酒店的监控找上了门。当母亲得知这件事情后，矢口否认。可当警察将证据摆到她面前时，她无法想象贝拉会干这样的事。随后便在贝拉的衣柜中发现了一大包现金，以及她电脑中不堪入目的自拍照。可此时的贝拉根本不知道家里发生了什么。当她回到家后，母亲立马将弟弟支走。她无法相信贝拉为何会走上这条道路，狠狠地训斥了她一番。情绪激动之下，甚至动起手来。贝拉只能蜷缩在沙发上，默默忍受这一切。当母亲冷静下来后，对刚才的行为十分抱歉，而贝拉再也忍不住心中的委屈，失声痛哭起来。好在经过一番调查，
乔治的死跟贝拉一点关系都没有，但母亲担心贝拉的心理状况，强迫她跟自己去看心理医生。经过长时间的交流后，众人得知，原来贝拉并不是缺钱才这样做，而是因为从小缺乏家庭的关爱，内心愈发孤单。为了解决这种情况，不得已才走到今天这种地步。80岁老头突然来了第二春，直接打电话叫来18岁小姐姐。本以为老头吃不消，怎料他却身强力壮，激动之余猝死当场。对此贝拉很是慌张，匆忙逃离现场。母亲为其处理伤口时，他却遮遮掩掩。本以为这样便相安无事，没曾想在贝拉上学之际，警察却突然找上门来，母亲更是强迫他去看心理医生。此后他便停止了接单生涯，回归到正常生活，做一个乖乖女。每到周末就到小姨家帮他们照看孩子，辛苦一天也只有60块钱。可由于贝拉之前劣迹斑斑，小姨拦下准备送贝拉回家的小姨夫，准备亲自送她回去。而贝拉自然清楚小姨这样做的目的，无非就是忌惮她曾经的身份，这让贝拉心中不免有些悲凉。回到家后，继父看出了贝拉心中的痛楚，为了让她能打心底接受自己，便开导起贝拉，而他也对这个继父的看法有所改观。可这一幕被妻子看在眼里，由于之前贝拉劣迹斑斑，母亲便以为她在勾引自己的丈夫，于是来到房间警告贝拉，希望她可以安分守己一些。这让贝拉很是委屈，当即点破了母亲在剧院的丑事。就这样母女两人不欢而散。也因这件事，贝拉希望自己能跟正常人一样，不用再忍受这些偏见。为此，她跟随自己的闺蜜来到同学聚会的现场，释放着心中的烦闷，也因此结识了克莱尔。两人互相了解后，对彼此的感官都非常不错，很快便走在了一起。这期间，两人一起走过了许多地方，这让贝拉心中压抑的情绪终于得到了释放。很快便将男人带回了家里，见自己的父母。可谁都没想到，贝拉主动提出跟男人断绝这段关系。男人对此无比诧异，可贝拉却不做任何解释，只是拿出那张跟乔治联系过的电话卡，将它按入手机里。随后乔治的信息便蜂拥而至，对此贝拉无比好奇，跟着手机上的地址来到了当初的那家酒店。然而碰面的并不是乔治，而是一位老太太。她很是好奇自己丈夫临死前陪在她身边的女人长什么样子，并且希望贝拉可以满足自己一个心愿。老太太其实早已知道乔治的事情，可由于自己没有勇气摊牌，只能选择妥协。但是她并不怨恨贝拉，只是希望贝拉能够像对待乔治一样对待自己。可能只有这种方式，老太太才能接受乔治离开的事实。两人就这样躺在床上，而此时的贝拉也不再迷茫，明白了自己想要的是什么。等她再次醒来时，老太太早已不见踪影。影片中贝拉由于从小缺乏家庭的关爱，从此走上了一条不归路。就在她愈发迷茫无助之际，老太太的出现为了她指明了人生的道路，让她明白自己想要的到底是什么。